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逃荒前我靠穿现代囤了100亿物资》故事解说。高烧昏睡2天的杜鹃缓缓苏醒，身体虚弱无力。弟弟大宇见她醒来，连忙凑上前查看，还打趣她是不是发烧烧傻了。紧接着呼喊爹娘，告知杜鹃苏醒的消息，满心担忧姐姐烧得神志不清。爹娘闻讯匆忙赶来，母亲心急如焚，立刻请来大夫为杜鹃诊治。慌乱之中，母亲动作过大，让年迈的大夫连连叫苦，直言自己老骨头快要被折腾散架。父亲一边安抚慌乱的妻子，一边关切询问杜鹃的身体状况，生怕高烧损伤她的根本。大夫诊脉过后，确诊杜鹃只是风邪入体，苏醒后便无大碍，随即开出药方，叮嘱按时服药调理即可。身体稍有舒缓的杜鹃立刻反驳弟弟的玩笑话，调侃自己就算傻了，也是被他平日里练铁砂掌折腾出来的。看着大病初愈的女儿，父亲满心疼惜，叮嘱她多吃肉食补身体，还承诺次日上山给她掏鸟蛋改善伙食。懂事的大宇连忙推辞吃食，一心让姐姐独享，半点不贪心。此刻的杜鹃眼神格外坚定，她是从3年后惨死的结局重生归来，历经一世苦难，她在心底立誓，这一世绝对不会让家人重蹈前世覆灭的覆辙。随后她郑重告知家人，自己死过一次，是带着未来记忆重生的。家人只当她高烧未退，神志混乱。母亲更是猜测她上山挖野菜沾染了脏东西，才会生出这般荒诞的噩梦。杜鹃没有纠结家人的质疑，直接道出未来2场灭顶灾祸。明年家乡将遭遇全年大旱，滴雨未下，田地颗粒无收。旱灾过后，金兵会大举入侵村落，全村人被迫逃荒，最终所有人都会惨死在路上。即便杜鹃说的真切，爹娘依旧认定她在说胡话，满心担忧她的身体，全然不信灾荒将至。杜鹃深知空口无凭，难以服众，她告知家人，今日是民间丢病日，按照习俗丢出3朵鲜花，可依次丢掉病痛、烦恼与灾难。她打算用习俗印证预言，只要灾祸如期而至，家人便必须相信她的话。大病初愈的杜鹃不愿休养，执意起身干活锻炼体魄。她清楚未来灾荒战乱艰苦，唯有强身健体才能撑住难关。大宇连忙阻拦，心疼姐姐身体未愈，想要替她劳作，还无奈吐槽，若是被母亲发现自己让生病的姐姐干活，免不了挨一顿打骂。姐弟2人争执间，大宇突然发现草丛藏着蛇，吓得失声惊呼。场景骤然切换，杜鹃瞬间脱离大公山山坡，茫然出现在自家院门口。短短一瞬的时空错位，让他满心错愕。母亲见他突然归家，十分疑惑，询问他方才和小黄莺上山挖野菜，为何转瞬就回了家。杜鹃心绪纷乱，暗自揣测，或许是自己心念前世见过的神秘空间，才触发了时空穿梭。母亲亲眼看见杜鹃身形短暂虚化，又瞬间复原，心中满是惊疑，不停追问缘由。杜鹃来不及细细解释，只说要去印证一件至关重要的事。她能清晰感知眼前的旧时空即将消失，无论未知新世界是福是祸，她都决意一探究竟。踏入全新的现代时空后，杜鹃被眼前的景象彻底震撼。这里的女子衣着轻便，裸露手脚，街边水果个头硕大饱满，远超古代物产，处处都是颠覆她认知的新奇事物。街边商贩热情招呼杜鹃，向她推荐现杀新鲜牛肉，夸赞肉质鲜嫩，炒制绝佳。杜鹃瞬间大惊，在大鱼巢私自宰杀耕牛是砍头重罪，她从未见过有人敢公然售卖牛肉。商贩对此十分不解，告知杜鹃在现代，肉牛可随意宰杀售卖，牛排骨、鲜牛肉都是平价常见食材。话音刚落，一笔交易完成，手机响起收款提示，仅凭一方发光小盒子，无需金银铜钱就能完成交易，让杜鹃直呼堪比仙家法器。杜鹃看到现代女子也能在码头做卸货苦力，不靠性别谋生，瞬间心生念头。她打算在这里打工赚钱，换取现代物资带回大鱼巢，提前囤积物资，拯救即将遭遇灾荒的家人。码头女工暖玉见杜鹃年纪轻轻，却执意做苦力，忍不住出言劝说。杜鹃态度坚定，直言饭碗能者居之，与性别无关。说完便主动上前参与卸货工作。劳作途中突发意外，货物突然坠落，险些砸中暖玉。暖玉受惊躲闪，侥幸没有受伤。杜鹃立刻上前致歉，主动揽下全部责任。货主并未苛责，赔付了800元现金，附赠2筐大白菜押金，还照常结算了杜鹃的工钱。暖玉满心感激，将赔偿金全数递给杜鹃。他坦言自己大学毕业甘愿做散工，只因母亲身患尿毒症晚期，每周都要透析治病，自己必须拼命赚钱养家。杜鹃由衷夸赞他孝顺能干，暖心安慰他踏实努力，终能渡过难关。很快码头临时工名额招满，
暖玉愧疚没能带杜鹃赚到更多钱，杜鹃丝毫不在意，笑着说救下暖玉，赚到800元已是收获。暖玉便是自己的贵人。暖玉欣赏杜鹃的真诚通透，主动提出添加微信，留存联系方式，日后有活计优先通知他。可杜鹃从未接触过现代设备，既没有微信，也没有手机和电话号码。暖玉这才知晓，杜鹃来自背靠大公山的偏远山村，与世隔绝，交通闭塞，难怪一身粗布麻衣，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。为了不让杜鹃吃亏，暖玉主动带她去熟识的粮油店采购物资，保证价格公道。来到徐婶的店铺，杜鹃看着颗粒饱满、毫无杂质的精米白面，瞬间红了眼眶。她暗自感慨，若是大禹朝有这般充足干净的粮食，灾荒之年家人就不会饿到身形消瘦，祖辈也不会被饥荒拖垮身体。询问价格后，杜鹃彻底震惊，面粉2块5一斤，大米2块2一斤，手中800元足以购入300多斤优质米面，这在物资匮乏的古代是难以想象的财富。杜鹃为人仗义，执意将意外所得的补偿金与暖玉平分。暖玉推脱不过，只能收下。担心物资无法批量带回古代，杜鹃谨慎采购，只各买了5斤大米和白面。徐婶帮忙装货时，发现他背篓里有新鲜的野生鸡枞菌和荠菜，当即动了心思。现代野生山货稀缺难得，徐婶和店内顾客纷纷求购，杜鹃大方售卖，让众人自主出价。徐婶按照门店高价，以1500元一斤的价格收购鸡枞菌，又以25元一斤的高价买下2斤纯天然野生荠菜。杜鹃惊喜发现，古代漫山遍野一文不值的山货，在现代竟是高价珍品，少许采摘所得就能兑换大量精米白面。借助徐婶店里的电子秤精准称重交易，杜鹃再度感慨现代工具的便捷高效。交易结束后，本次山货售卖共计收入1620元。杜鹃依旧坚持分红，感谢暖玉帮忙对接客源，促成交易。二人默契约定次日继续摆摊售卖山货。心念家人与未知的时空规则，杜鹃默念祈祷，期盼采购的米面可以顺利带回大禹朝。只要能稳定穿梭囤货，未来的旱灾天灾便不足为惧，他足以护住全家安稳度日。念头落下，杜鹃瞬间穿梭回大禹朝家中。此时已是晌午，家中空无一人。他偶遇二伯娘，才得知自己摔落山坡失踪后，半个村子的人都上山搜寻他的踪迹。很快寻人队伍得知他平安归家，纷纷停下动作。大禹见到姐姐安然无恙，彻底松了口气，后怕不已，生怕姐姐出事，自己会被母亲重罚。母亲先是厉声训斥大禹看护不力，随后满心担忧地仔细检查杜鹃的身体，疑惑全村人翻遍山坡都找不到她，不解她究竟从何归来。杜鹃暂且隐瞒真相，谎称抄小路折返，催促家人回家细说内情。回到屋内，母亲坦言自己亲眼见过杜鹃身形短暂消失，始终无法释怀这诡异的一幕。杜鹃不再遮掩，拿出现代精米白面，让家人亲眼见证这份超出本地水准的优质物资。父亲细细推算时间与路程，仅凭步行根本无法往返镇上，实在想不通物资来源。杜鹃终于坦白，自己可以穿梭到名为新时代的异世界，这些物资均来自那里。家人依旧以为他神志不清，满口胡言。为让家人彻底信服，杜鹃当众催动空间之力，身形短暂消失又即刻出现。亲眼目睹神迹的家人彻底惊呆，终于相信他的重生经历与异世界的存在。随后，杜鹃带着一家人进入专属神秘空间，广阔平整的空地让全家无比震撼。若是开垦耕种，足以解决饥荒缺粮的难题。杜鹃向家人讲解空间规则，内部时间流速远慢于外界，可安心囤货劳作，不耽误外界生活。他郑重叮嘱全家严守空间秘密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一旦被权贵知晓，全家都会招来灭顶之灾。家人纷纷立誓保密，父亲主动包揽所有辛苦杂活，帮他遮掩行踪。大禹甘愿做他的贴身护卫，誓死守护姐姐与秘密。母亲更是警告大禹，泄密便不许他祭拜祖坟。杜鹃又详细告知家人现代物价差异，普通米面价格极低，古代稀缺的物资在现代随处可见，而本地漫山遍野的山货在现代却是高价好物。全家瞬间看到致富希望，当即约定次日全员上山采摘山货，前往现代赚钱囤货。此时众人想起杜鹃此前的预言，今日王婆会被人打掉门牙。一家人出门印证，果然看到王婆因胡乱造谣，被外村人当众殴打，门牙被打落，哀嚎不止。亲眼应验预言后，家人彻底确信旱灾、兵乱、逃荒灭门的灾难全部真实存在。杜鹃缓缓细说未来浩劫，今年入冬全城无雨，开启大旱；明年夏日土地干裂，湖水干涸，全村日夜浇地，仅能保住2-3成收成。年底老皇帝驾崩，
藩王割据，战火四起，全村被迫逃荒，一路遭遇无数叛匪流民，人心险恶，远超猛兽。上一世周家全家尽数惨死途中，他坚定安抚家人，前世悲剧已然终结。这一世有空间加持，有现代致富渠道，只要全家齐心协力，提前备战，必定能在乱世挣出一条生路。家人彻底振作，不再消极焦虑，全力筹备囤粮，打探逃荒路线。母亲心疼杜鹃前世逃荒受尽苦楚，特意下厨做手擀面，多加鸡蛋犒劳女儿，下定决心往后好好疼爱她，弥补她前世的苦难。杜鹃看着家人温暖的模样，更加坚定了守护全家的决心。次日一早，杜鹃早早抵达现代摆摊点位等候。徐婶见她来得极早，夸赞她勤快踏实，许诺她可长期免费在门前摆摊。杜鹃懂事有礼，主动每月支付300元租金，不愿无偿麻烦他人。暖玉随后赶来，见杜鹃没有手机、手表，无法把控时间，便许诺摆摊结束后带她购置手机，方便二人后续对接生意。不少老顾客早早等候，一位熟客直接预定当日全部鸡枞菌，直言上次购买的菌子深得领导喜爱，口感绝佳。1公斤鸡枞菌最终以3000元成交。路人吐槽定价虚高，却被常客反驳，野生纯天然山货的鲜美是普通食材无法替代的。还有老人专程复购荠菜，夸赞荠菜饺子味道绝佳。为避免顾客跑空，方便经营，杜鹃在暖玉提议下建立客户微信群，实时通知出摊、售罄动态，收获一众顾客认可。当日山货售卖完毕，扣除手续费后共计收入3393元。杜鹃坚持合伙分红模式，将收益平分给暖玉，敲定长期合作机制，自己负责供货，暖玉负责销售维护。摆摊之余，二人计划采购折叠桌椅、电子秤等摆摊工具，最重要的是购置手机。杜鹃无现代身份证，无法办理手机卡，暖玉十分仗义，主动借出自己闲置的电话卡给他使用。二人约定次日9点半在粮油店交接，暖玉还教会他手机一键报时功能，让他精准把控约定时间。随后杜鹃独自采购物资，高清落地镜让他倍感新奇，也下定决心购置现代衣物，融入新时代。他低价购入折叠桌、塑料凳，将用具暂时寄存在徐婶店内，又批量采购50斤大米、50斤白面、精盐、酱油、香油等大量生活物资，全力囤货。徐婶感念他采购量大，主动给出优惠，还无偿赠送闲置电子秤、打包塑料袋。临近中午，担心家人牵挂的杜鹃准备返程，徐婶心疼他力气大，肯吃苦，主动借出推车帮他运货。杜鹃见状，托徐婶代购2辆轻便推车。之后，杜鹃又趁猪肉降价，6元1斤的低价购入20斤五花肉，收下老板赠送的肥油头，足够全家食用，还能分给老宅亲人。采购完毕，杜鹃即刻穿梭回大鱼巢。家人因他迟迟未归，满心焦灼，见他平安归来，才彻底放心。杜鹃拿出所有现代物资，叮嘱家人更换调料包装，妥善藏匿，避免暴露空间秘密。全家惊叹现代物资物美价廉，商议分出部分米面、猪肉接济老宅亲人。为合理解释物资来源，父亲想出万全说辞，对外谎称镇上将军出身的员外，高价收购山野野菜，5斤野菜可兑换2斤精米。同时安排大伯、二伯等亲人每日上山采货，由父子2人假装去镇上交易，带回物资分给众人，带着全家一起备战灾荒。当晚，母亲用现代食材制作手擀面和荠菜猪油渣，味道鲜香浓郁，口感远超古代食材，一家人吃得十分满足。次日，全村亲人上山采货，奶奶经验老道，采摘的鸡枞菌品质最优，数量最多，一家人满载而归，前往现代摆摊。因杜鹃抵达摊位较晚，错过早市客流，错失不少生意。暖玉立刻在微信群通知客源，很快吸引老顾客到店选购荠菜、婆婆丁、香椿等平价山货快速售罄，顾客纷纷夸赞野生食材口感绝佳，挑食孩童也格外爱吃。唯独高价鸡枞菌无人问津。杜鹃不愿坐等滞销，决定前往富人区对接高端客源。暖玉骑着小电驴带他前往高档小区。杜鹃初见电动车，满心震撼，无需喂养，速度远超牛马，平稳又便捷，让他心生向往。二人原本想在小区门口摆摊，被保安依规拦下。好在熟客王婶路过解围，担保二人在对面人行道摆摊，不影响秩序，保安这才默许。王婶专程复购野生菌，不仅买下1斤猴头菇，还将剩余3斤多鸡枞菌全部包圆，最终成交价4500元。路人质疑价格虚高，交易却顺利完成。杜鹃为表感谢，赠送保安1份猴头菇，结下善缘。返程核算收益，当日总营收突破9000元，即将破万。杜鹃信守承诺，
定下永久分成规则，每单生意分给暖玉1成利润，助力他给母亲治病。休整时，杜鹃因不懂充电，让关机的手机无法使用。暖玉无奈之余，特意缓存拼音、数字基础教程，让不识字的杜鹃闲暇学习，弥补经商短板，为适配古代山路、泥路与逃难需求。二人砍价购入一辆载重强、带减震、无需充电的燃油3轮车，成交价9000元。店家附赠防雨棚与柴油。杜鹃又采购各类零食糕点，准备带回老家给家人尝鲜。另一边，大鱼巢的家人因杜鹃久久未归，心急如焚，甚至打算强行破开空间寻人。就在众人忧心忡忡时，杜鹃顺利归来，安抚家人只是忙于囤货做生意。随后拿出500斤大米和全新3轮车，彻底解决家中物资短缺与运输难题。家人按照既定说辞分发精米，完美遮掩物资来源。大禹尝过现代奶茶后念念不忘，主动提出多上山采山货，换取奶茶解馋。杜鹃此时深思长远发展，单纯依靠现代囤货并非长久之计。大量现代精米流入古代极易引人猜忌，必须将物资转化为合规银钱，站稳脚跟。他结合现代低成本食材与母亲精湛厨艺，定下全新商机，计划在同心镇码头摆摊售卖荠菜肉包、饭团。现代食材成本低廉，贴合古代市场价售卖，纯利润极高，可快速积攒银钱，为乱世储备底气。全家人一致认可，母亲厨艺出众，做出来的包子汁水充盈，鲜香不腻，远超镇上摊贩口味，不愁没有客源。当晚全家分工和面、调馅、生火，连夜制作大量肉包。次日，杜鹃将包子带给暖玉等人品尝，收获全员好评。众人直言口感绝佳，完全具备开店盈利的水准。摆摊期间，此前质疑鸡枞菌价格的路人，因缺货主动加入客户群预订。有人怀疑野生菌使用科技保鲜，送检后证实纯天然无添加。趁着摆摊空闲，杜鹃批量采购过冬物资，防风防雨的加厚棉衣、加绒厚裤性价比极高，足以抵御年底极寒天灾。同时购入载重露营推车，升级手拉车，方便劳作运输与逃难转移。还购置蔬菜、西瓜种子，打算回老家开垦种植，培育有机果蔬双向售卖赚钱。回到家中，杜鹃发现神秘空间拥有极致保鲜、静止时间的特效，放入其中的食材、冰块长久不变质。这一发现让全家狂喜，既能无限囤货保鲜，规避损耗，逃难时还能轻装前行，安全储物。父亲结合3轮车特性，精心设计伪装改装方案，将车头改造成可隐藏木箱，加装手拉支架，日常低调使用，遇危险可快速启动撤离，完美掩人耳目，避免引来官府窥探。自此，周家全家分工协作，各司其职，有人上山采货，有人居家做吃食，有人摆摊经营，有人打理囤货。一家人一边疯狂赚钱囤粮储备物资，一边打磨摆摊生意，筹备良田种植，全方位备战即将到来的旱灾与战乱，稳稳守住了全家的生机与希望。